丈夫的前妻回国，婆婆嫌我不够温良贤淑，儿女说我不够慈爱体贴，丈夫更是早早和人打成一块。我潇洒退出，把位置让了出来。谁能想到离婚后，他们竟然又求着我回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公生日当天，我特意推掉和客户的应酬，这事儿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打算偷偷摸摸给家里一个惊喜。拎着定制的生日蛋糕回家，我从下午等到晚上，直至月亮高悬，都没有一个人回来。保姆范阿姨将饭菜重做了2遍，最终无奈地说道：“太太，食材不够了，不然我再去超市买点菜。就是这动物奶油的蛋糕都不成型了，重新制作也来不及了。”她满脸可惜地看着2层高的蛋糕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我还想要开口，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是客户发来的消息。点进去一看，只有一张看起来像是偷拍的图。下一秒，又是一条短信：“你老公？”明晃晃的3个字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连忙点开小图，只见照片里的男人赫然就是我等了一晚上的爱人周松玉。不仅是他，照片里还拍下了其他人的模样，穿着青绿色旗袍，头发花白的婆婆，高中校服，做了个锡纸烫发型的样子，长发及腰，身着白色长裙的女儿，还有一个留着大波浪发型，长相明艳大气的红裙女人。图片定格的瞬间，她刚好在往周松玉的怀中靠，嘴唇贴在周松玉的唇边，笑得一脸娇羞。周松玉也很配合地低头抬手，左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桌子正中央放着一个 ins 风的蛋糕，上面还插着燃烧的蜡烛，散发着暖色的光芒。不知情的恐怕会下意识地把他们当成一家人。我强忍着如潮水般涌来的愤怒、哀伤，颤抖着打下了2个字：地址。客户那边大概一直在等着我的消息，不到5秒的时间就将具体位置发了过来。我看了一下，不远，开车过去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。想着，我又发了句：“麻烦帮我盯一下，我现在就过来。”好，别着急，路上小心点。客户安慰了2句，大致是让我保持冷静。可我又如何能冷静？跑到厨房，我灌了一整瓶的冷水，才勉强浇灭心中的怒火。范阿姨不明所以，看到我的脸色吓了一大跳，忙问道：“太太，这是怎么了？”“没事儿，公司有个项目出了问题，我要去看看。菜你要是不想吃，就都倒掉。还有那个生日蛋糕，我记得你小孙女不是挺喜欢吃甜食的吗？给她带回去吧。”不知道范阿姨会不会在我离开后跟周松玉通风报信，我并没有将实情告知。毕竟抓贼拿赃，捉奸成双。要是因为这么一个失误让人跑了，我怕是以后在葬礼上都要坐起来扇自己2巴掌。开着车在高速路上行驶，凉风不断地往脸上拍打，我的头脑也逐渐恢复清醒。当年嫁给周松玉时，他已经是离婚1次婚的人了。我是头婚，又比他小了5岁，我爸妈死活不同意。可是周松玉会来事儿。我妈在合唱团表演，她次次都去看，结束后还带头鼓掌叫好，时不时就往家里送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我爸喜欢钓鱼，他有空就往河边跑，陪着我爸聊天解闷，还学了不少钓鱼知识，就差没有直接钻河底往我爸钩上挂鱼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再加上我在旁软磨硬泡，他们总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再后来，他们从周松玉亲戚的口中得知，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周松玉的前妻非要去国外进修，不惜抛弃在国内的一切。而周松玉心善，还选择了净身出户。他们一方面觉得周松玉有点憨，另外一方面又认为他重责任，有情有义，以后也会对我好，最终便同意了这门婚事。甚至不忍心我跟着周松玉过苦日子，不仅没有要彩礼，还给我陪嫁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。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并不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，每天沉浸在周松玉的甜言蜜语中，有情饮水饱。短短3年，我就替他生了2个孩子，一女一男，凑成了个好字。养着2个孩子，刚开始还好，可以依靠之前的存款过日子。但随着孩子越长越大，我们的日子过得也捉襟见肘起来。周松玉是家中独子，父亲去世的早，是被母亲辛辛苦苦拉扯大的。一个普通的妇人，能供养孩子上大专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哪还能有什么存款？而我家里哥哥嫂嫂承担了赡养的责任，当初陪嫁时我还得了一套房子，哪还好意思继续从娘家拿钱？至于我和周松玉，2个都在小学当老师，每个月就靠着那么点死工资，饿不死，可想要给孩子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也不可能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辞掉了工作，自己创业。我尝试过摆地摊、卖早餐，在工地外头卖盒饭，最终选择了卖衣服。最初是在夜市，把从服装市场批发的衣服收拾好，再卖给那些来玩的小情侣。生意不错，但顶多是挣个辛苦钱，勉强维持家中的开销。后来互联网发展起来，我又和闺蜜几个一合计，研究起了网销。线上做网红快销服饰，线下走精品高端女装，两手抓，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起飞。生意很快就好了起来，半年后光是每个月的分红都能有好几万。家中的光景很快就好了起来，餐桌上顿顿都能看到肉菜，每个月的新衣服，生日或者重要节日家里人都能收到礼物。可即便这样，周松玉妈妈对我还是略有微词。其一，觉得我现在的这个营生不是铁饭碗，没有编制，配不上他家宝贝儿子。其二，别的儿媳妇都能在家当贤妻良母，照顾老人，而我却只晓得在外抛头露面。偶尔吃饭的时候，他妈话里话外都会挤兑我，在周松玉那里上眼药。我一般是不介意的，反正平时工作忙，一天和他相处的时间也没多少。但他溺爱孩子，甚至纵容他们逃课、说谎，触碰到了我的底线。那时候女儿才上小学，儿子想要有姐姐陪着去游乐园，他竟然直接骗老师说家里在闹离婚，孩子状态不好，需要休息几天。如果不是老师给我打了电话，让做家长的考虑到孩子的心理健康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事儿。当时我就停了所有的工作，给周松玉打电话让他回家。起初他还不肯说实话，女儿更是绘声绘色地描述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儿。直到我说老师打来了电话，他们才意识到事情败露。即便如此，他妈想的也不是道歉，而是抱着孩子抹起了眼泪，指责我每天忙着工作，没半点当妈的样子，不知道给孩子准备爱心便当，也不带他们去出玩，还说自己只是看不得孩子受委屈。说到动情处，他还撺掇着周松玉替他说话。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，我掌握家中财政大权，又在理，周松玉根本不敢。但婆婆依旧没有死心，趁着我工作忙，没时间回家，
成天在孩子们耳边灌输我是个不合格的妈妈。渐渐的，2个孩子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差，哪怕我有心想要修复关系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。我本以为等他们长大了就会明白我的用心良苦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等到的却是他们和小三亲如一家的画面。车子停在西餐厅门口，很快就有门童上前替我泊车。恐怕周松玉也不会想到，这世上竟然有这样巧儿事儿。跟公司有合作的客户最喜欢的就是这家餐厅，也算是苍天垂怜，不至于让我被周家人骗得团团转。你可算是来了，我一直盯着呢，他们还在里头，我带你进去。客户王姐见到我，连忙迎了上来。虽然她尽力掩饰，但我还是能够看出她眼中的同情。毕竟我现在的模样实在不够体面，穿着简单的家居常服，刘海凌乱地贴在额头上，因为常年熬夜加班导致的黑眼圈，怀孕时没有注意保养而留下的黄褐斑，看上去就是个十足的黄脸婆。和周松玉身旁的那个打扮精致、红唇长发的女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等等，我去隔壁买套衣服。输人不输阵，我可不想再让这群人有羞辱我的机会。闻言，王杰嘴角上扬。好，就该这样，打扮得光鲜亮丽点，让你老公后悔。王姐和我差不多的年纪，早年丧偶，和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相依为命。不过她娘家条件好，又只有她这个独生女，老2口直接改了外孙女的姓，然后把服装厂交给王姐继承。当初网店生意不好，资金周转不开，王姐也没催，后来我们就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。我去做了个发型，又重新化了妆，最后买了套黑色西装。等我从试衣间出来的时候，王姐止不住地夸赞道：“果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，我以前就说你底子好，你还不信，现在这么一打扮，跟好莱坞明星似的。”她这么说倒也不是全然恭维。我的脸型流畅，杏仁眼，高鼻梁，花瓣唇，从小就被人夸是美人坯子。纵使上了年纪，疏于保养，但钱到位，大商场的柜员自有法子替我扬长避短。皮肤看起来水润有光泽，疲惫发白的嘴唇多了血色，人自然好看起来。盘起的长发，修身的西装，再搭配上一双高达9厘米的红底战靴，整个人活脱脱的职场女精英。走，该杀敌了。王姐异常兴奋地拉着我往外走，恨不得立刻看到我手撕渣男小三。回到餐厅，一行5人正准备结账离开。周松玉的手牢牢地搭在红裙女人的腰上，2个中年人还非得表演一出热恋期。我站在原地，没有立即上前。王姐还以为我对她余情未了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小江啊，我说话难听你别见怪。这男人啊，那都是贱骨头，外面的屎都比家里的饭香。你要是为了家庭想忍，以后他会更加得寸进尺的。”因为我从来没在朋友圈发过家里人的照片，所以王姐并不清楚老人和2个孩子的身份。我眼皮微垂，遮住眼中的恨意，回道：“忍，我不是蒸笼里的包子，才不会忍呢。”这边话音刚落下，周松玉那边就出了岔子：“怎么会不能用呢？这卡可是有20万的额度，你们这 POS 机是不是有问题呀？”“实在抱歉先生，不然您试试其他的卡。”侍应生对着周松玉露出一个礼貌的笑容，不卑不亢。餐厅里其他用餐的客人的视线若有似无地朝着他那边看去。越是这样，周松玉越不好意思发火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了解他的性格。周松玉太好面子了，
尤其是在外人面前，哪怕是借钱，他也必须得把单买了。更何况现在在他身边的是出轨对象，吃饭没钱付账，比杀了他还让他痛苦。我不主动过去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果不其然，他把目光落在了婆婆的身上。妈，你先把我放在你那儿的卡给我。啊？可是卡里也没剩多少钱了。婆婆心虚地低下头，两手交叠在一块儿，毫无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做派。她向来都傲然自己的体态，此时在亲生儿子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竟然显得畏畏缩缩。什么？周松玉提高了音量，反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帮我存着？那张卡上说也有几十万，怎么会连顿饭钱都付不起？”这么多年过去，周松玉早已经在初中任职老师，每个月的工资不多，但是一年也有个5、6万，家里的开销都从我卡里走账，他用不到钱，索性把工资卡交给他妈管着，美其名曰孝敬长辈，让妈安心。道理我都懂，无非是觉得有便宜不占，心里不爽利罢了。对当时的我而言，家和万事兴，这些钱又只是小钱，所以周松玉哄了2句，我也就没有计较。谁成想，倒是养大了他们的胃口。那妈平日里也有东西想买吗？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布料光滑的旗袍愣是被她揪得皱巴。你买什么？家里有吃有喝，逢年过节如，她都有给你买新衣服、新鞋子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花钱地方？周松玉气急败坏，险些说出了我的名字。如意，江如意，我的姓名。当初爸妈给我起这个名字，是希望我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如愿以偿，万事如意，好事连连。我的前半生确实如此，有视我为掌上明珠的父母，疼我爱我的哥嫂，体贴温柔的丈夫，乖巧懂事的儿女，就连自己创业也能闯出一番天地，身价暴涨。可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无非是个笑话。我清楚地看到站在他身旁的女人脸色一变，眼中闪过嫉妒。很好，既然知道我，看来就不是被迫当小三了。我薄唇微抿，脸上浮现冷笑。我倒要看看这局周松玉要怎么破，不然我来付钱吧。因为他们迟迟没有付账，已经好多人注意到这边的动向。红裙女人装作要付钱的模样，把手伸进了包里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善解人意地劝慰道：“何必为了钱伤了和气？阿姨又不是故意的。我生日哪能让你掏钱？还有萍萍、安安他们2个呢？”被解语花这么一哄，周松玉顿时像是被放了气的河豚。她不再对婆婆板着一张脸，扭头看向2个孩子，周芷萍、周芷安。这2个名字还是当初我躺在医院时查着字典，千挑万选找出来的。那时我多希望这2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、无忧无虑地过完这一生，现在只觉得心如刀割。爸，我这个月的额度早就用完了，你让姐姐付吧。周芷安先一步开口，2手插在兜里，他每个月只给那么点额度，哪够花的？我现在在校外住，钱都用来付房租了。爸，就让林阿姨先付嘛，下次你带她买个包不就行了？周芷萍先瞪了一眼亲弟弟，才对着周松玉哭穷：“那女人断了我的经济来源，我这段时间过得可惨了。”王姐听了这么半天，总算是缓过神来，她眼睛瞪大，不可置信地说道：“那2个是你的孩子？”“亲生的。”我双手环在身前，面无表情的应答，开口道：“可笑吧？养出一家子白眼狼，你是动物园管理员吗？”王姐调侃了一句，
笑骂道：“所以你故意不过去，就是为了让他们难堪？到底是自己白手起家的女强人。”王姐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图。不然呢？你还怕我对这种老男人余情未了？我轻嗤一声，眼中满是冷漠。年轻的时候，周松玉的确是有一副好皮囊，五官轮廓都远胜过现在那群选秀节目出来的爱豆鲜肉。高高瘦瘦，五官俊朗挺刮，最绝的是他有点近视，看书的时候会戴上一副金丝框眼镜，衬得整个人的气质温润儒雅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不外乎如此。否则我也不至于非要嫁给他这么个二婚的。但现在嘛，年纪上来了，纵使再精心保养，眼角的细纹，脸上的斑点，疏于管理的身材，松弛的肌肤，到底是骗不了人的。我在社会上打拼，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，那种仗着自己年轻，有几分美色的小男孩也不是没勾搭过我。可一来我欲望不强，对情爱之事本就不热衷，更没有心情和可以当我儿子的男人上床。二来我毕竟是已婚人士，忠于家庭，忠于丈夫，出于道德感和责任心的束缚，我从来都没想过出轨的事儿。可要真说对周松玉爱得多深，多难释怀，那也确实没有。相比较丈夫的背叛，反而是我拼死拼活生下养大的2个孩子对我伤害更深。好，咱们女人就要有说放下就放下的胆魄。改明我给你介绍几个男模，绝对让你焕发第二春。王姐有点错愕，但很快回过神，笑着提醒道：“对了，注意别被他们抓到把柄。”他们指的自然是周家这4口人。我颔首，显得他想说什么。不过现在我可没有兴趣为了保护周松玉而随便找个男人一夜情。看着红裙女人肉疼地将卡递给侍应生，我递给了王姐一个眼神，随后便走了过去。妈，女儿是所有人中第一个认出我的。她试探性地叫了我一声，眼中清晰闪过慌张、迷茫、烦躁等情绪。其他人的目光纷纷落在我的身上，我没有在乎周围人的目光，大大方方地对着红裙女人伸出了手。你好，谢谢你请我们一家人吃饭，你应该听他们提起过我吧？我倒还是头一次见你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。红裙女人面色一僵，下意识地朝着周松玉看去。只可惜，她到底是高估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地位。周松玉心虚地偏过头，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：“你不是忙工作吗？怎么突然来这儿？”说着，就想要来拉我的手。我向旁边移了一步，没给他机会，目光灼灼地盯着脸色青白交错的女人，笑着说道：“怎么，不太方便？”大抵被我的态度迷惑住，红裙女人停顿了几秒，这才搭手回复道：“凌楚楚，就是那个融融消玉、楚楚兰心的楚楚，真是好名字啊！”我舌头顶着上颚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没让自己一巴掌扇在周松玉的脸上。凌楚楚，那个周家人口中为了去国外进修，卷走周家所有财产的周松玉前妻。一股浊气堵在心口不上不下，我讥讽地看向周松玉，怒火在脑袋里炸开。结婚多年，我了解周松玉，他自然也了解我。看着我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他连忙解释道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回家慢慢解释好不好？”在他的示意下，一对儿女也围到了我的周围。儿子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妈，那今天是爸生日，灵姨陪着过个生怎么了？再说，你天天就知道忙，总不能还不允许其他人陪爸爸，这也太霸道了。”灵姨听着周志安对凌楚楚的称呼，我勾起唇角，
嘲讽笑道：“行啊，回家慢慢说。对了，凌小姐要一起来吗？”我的语气很轻，轻到像是一股凉风刮过。儿子还有心想说些什么，可还没开口，就被女儿拉住胳膊打断。分明是一家人，但却只有我一个站在他们的对立面。凌楚楚敏锐地察觉到氛围不对，并没有在这种时候多做纠缠。不了，这么晚了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笨女人对付女人，而聪明女人选择解决男人。凌楚楚显然深谙此道，她从包里掏出一个黑丝绒长条盒递给周松玉，很是温柔地说道：“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可以喜欢。这么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，不然太不安全了。”这种以退为进的招数，周松玉完全无法抵抗。下一秒，他就缴械投降，心疼起凌楚楚这个快40岁的女人，自己回家不安全。老婆还在眼前，他却眼巴巴的要送别的女人回家。就连婆婆都变了脸色，在周松玉的腰间拧了一把。周松玉倒吸一口凉气，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前面说了什么蠢话。没事儿，我记得凌小姐好像是个孤儿吧，在市里也没亲人，怪可怜的，你去送送她吧。话音刚落，凌楚楚眼中就多了一层水雾。刚结婚的时候，周松玉和我提过几句凌楚楚的事儿，比如他们在文学社一诗定情，比如他们在婚礼上对彼此的承诺，再比如凌楚楚可怜的前半生。对于敌人，我向来不吝啬释放自己的恶意，更何况是他们把刀递到我手上的。周玉松额头的青筋暴露，火气怒生：“你提这个做什么？给你找借口啊！”我眉头微挑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不然你一个有妇之妇，怎么有脸深更半夜地送别的女人回家？”没有给周松玉留脸面，但同样也没兴趣在餐厅给人当乐子。我转身离开，留下他们几个面面相觑。回到家，范阿姨已经将屋子收拾干净。冷清的房间内，只有沙发边一盏暖色的小台灯亮着，让这个家有点人气。我没换衣服，靠在沙发上，默默沉思起来。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房门就被推开。先进来的是面如菜色的婆婆，在她后面跟着周志平、周志安，两个人一步三停，十分不乐意回来的模样。如果是以前，我早就凑过去和他们说好话，让他们乖一点。但现在我脸上的冷意并未消散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腿上敲着。见我这样，他们反而心里犯怵，主动靠了过来。婆婆率先开口道：“今天，嗨，那个松玉和楚楚真的没什么，不然她就不会带着我们一起去吃饭了。”“对呀，林阿姨是个好人，你不要那么小心眼。看你今天那个趾高气昂的态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把你怎么啦呢。”有婆婆在前面顶着，儿子仿佛找到了主心骨，对着我嚷嚷起来：“你就不能学学林阿姨，对家人温柔体贴点吗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妈？”她两只手插在裤兜，狂放不羁地吹着自己额前的碎发，自以为很帅的模样。我垂下眼眸，眼底划过一道讥讽，开口道：“好啊，那你就去找凌楚楚当你妈吧。你都不知道林阿姨会包饺什么？”周志安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在震惊几秒后，就像是只红了眼的小牛犊，大吼大叫道：“你阴阳怪气什么呀？以为放狠话我就会屈服，会跪着认错？江如意，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有病！”周志安今年刚17，正值叛逆的年纪，还差1年就要高考，不但不上心，还非要和混混玩在一块儿。创业初期，我工作忙，
只能把人交给周松玉，让他多管管。偏偏他耳根子软，每次周志安犯错被婆婆劝劝，就不忍心教育孩子。等我发现情况不对时，儿子已经被养歪了。这些年我打过骂过，用尽各种手段都没能把人给挣回来了。每次快见到成效时，婆婆总会横插一脚，要么是哭爹喊娘，说我要让他们老周家绝种，要么就是私底下偷偷塞钱。我知道这一切最大的责任还是我自己，所以只要周志安不违法犯罪，也就由着他的性子来，免得他真的拿离家出走做威胁。可这次我是真的累了，既然他想要换个妈妈，那就随他的愿吧。闻言，女儿露出不赞同的目光，言语中满是埋怨：妈，都是一家人，你非要闹得所有人都不开心才行是吧？我可以理解你看到爸爸旁边有别的女人不爽的心情，但如果不是你忙得不着家，这事儿怎么会发生？说来说去还是你的错，反正就是工作、金钱永远都比家人重要。你扪心自问，自己在对待我们的教育上合格吗？他说的振振有词，甚至还倒打一耙，把所有错推到我的身上。不过他还算有点脑子，不像周志安似的，直接和我硬刚。我站起身，视线落在他心口的项链上。呵，现在知道叫我妈了，我在你口中不是那个女人吗？不过有一句话你说对了，在对待你们的教育上，我还真不合格，不然怎么会养出你们两个白眼狼？要不是我忙着挣钱，靠你爸那3瓜2枣的工资，能让你买得起卡地亚最新款的母女项链，自己戴一条，还能送你的林阿姨一条。周芷平脖子上戴的项链是卡地亚春季新款 Love 系列，一对相互拥抱着的圆环，寓意着爱的信仰和承诺。而这条项链，半个小时前我才在林楚楚的脖子上看到过。和她母女18载，我只送礼物的份，从来没有收到过她的礼物。从前我会认为周芷平只是不会表达，经过这么一遭，再也不会替她找借口了。她什么都懂，只是不愿意对我付出而已。外面的女人倒是上赶着去贴，也不晓得林楚楚给她灌了什么迷魂药，或者就像是他们说的一样，对方比我温柔体贴，在她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。周芷平的脸煞白一片，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么直白的讥讽。她嘴巴张开想要替自己辩解2句，还没有冒出声音，婆婆就插了话：你一早就出现在那儿，所以就眼睁睁看着松玉出丑，害得我被骂。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恶毒啊？她的信用卡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？造孽啊！不就是花你点钱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有必要吗？婆婆心里那一点点的愧疚顿时消失，脑子里全部都是她被周松玉凶的场景，凶神恶煞地对着我指责，又想搞老一套的把戏，撒泼打滚，站在道德高地对我不依不饶。从前我愿意忍是为了这个家，是看在其他人的面子上，但他们都没有把我当一家人，我当然也不会见到傻傻付出。在餐厅，周芷平和周志安也跟着丢脸。被婆婆这么一讲，瞬间又有了底气。果然，像你这种掉进钱眼里的女人，压根不会心疼人。林阿姨本来就没多少积蓄，还要被你逼着付饭钱，你和她根本没法比。他俩一前一后的发声，拿着我和林楚楚做对比。我轻嗤了一声，心中毫无波澜。我知道你们很急，但先别急，我这就腾位置，让给你们心尖尖上的林阿姨。许是我的情绪太平静，厌了我20年的婆婆终于意识到不对，她颤着声问道：你想做什么？离婚？我露出浅笑，视线在他们3个的脸上划过。无能出轨的丈夫，
刁钻蛮横的婆婆，蠢钝如猪的一对儿女，我已经忍了20年了，还得谢谢林楚楚，不然我哪有机会看清楚你们的真面目啊！离婚协议我已经让律师拟定好了，周松玉直接签字就行。你们2个我都不想要，反正你们也乐意跟着他，那就继续吧。还有，你未满18，抚养费我会每月按时打你卡上。最后一句话是给周志安说的，剩下的2个人，我看都不看一眼，转身回房将门反锁。耳塞入耳，外界的吵闹与我再无关系。翌日清晨，刚打开门，我就被吓了一大跳。沙发上的4个人眼底乌青，无精打采地挤在一块儿。周松玉也不知道是多久回来的，下巴的胡子都长出来了许多，全然没有昨天意气风发的模样。听到动静，他看向我，怒气冲冲地质问道：“你又在发什么疯？”这话从他嘴里我听到过2次。第一次是我刚辞职，准备创业时，他从学校跑回来问我。第2次则是现在。我没有管他，翻了个白眼，到门口开门让律师进来。随行的还有2个黑衣壮汉，个子高达1.9米，全身都是大块肌肉。这是我特意点的，以防万一，有备无患。你来真的？离婚协议握在手上，周松玉眉头紧皱，可随即又咬紧了牙关，离就离。在他白衬衫的领口，我看到了一抹红色的印痕，很亮。不出意外，林楚楚特意留下的。估计昨晚他们聊了很多。我愿意放手，正中周松玉下怀。可是很快他就又发火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凭什么我净身出户？什么？你的公司这些年的存款都是婚内财产，爸爸也有一份。果然又是用钱做威胁，我还以为你有新的招数呢。各种声音缠在一块儿，我也懒得一一说明，只挑了周松玉的问题回复。首先，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你分不了。其次，这些年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走的是公司的账。我不拿工资，咱们2个的共同财产只有你当老师这么多年的工资哦。哦，还有公司不在我名下，营业执照用的是我妈的身份证。所以这些年我挣的钱，和你和周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初我让你来当法人，你和你妈害怕承担风险，死活不乐意。哈哈哈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昨天在车上，我就在思考离婚的可行性。权衡利弊后，立马给律师打了电话，不然律师也不可能效率这么快，今早就带着协议到家门口等着。还有婚内出轨，你猜法官会怎么判？我又拿出了王姐拍的那张照片，放在桌面上，方便每个人都看得清楚。周松玉哑口无声，最终他还是签了离婚协议。他倒是不乐意，但在我威胁告他转移婚内财产，并且会找人去他单位闹后，他也只能妥协。姐弟2人大概也没想到真的会闹到离婚这步，整个期间一言不发。钱婆婆有不少的怨怼，可是在2个保镖的注视下，连个脏字都不敢冒出来，把周家人赶出了我的房子。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内，心中却是无比的畅快。离婚后，我依旧关注着周家的动向。周松玉没有立刻和林楚楚复婚，因为后者一直在推脱，非要让他买一套新房才肯领证。但离婚周松玉没带走1毛钱，她的工资卡又被钱婆婆花得一干二净，除非了卖了老房子，不然绝对没法子。可老房子婆婆在住着，她那么自私的人又如何愿意让步？原本亲如母女的2人闹得不可开交，再也不见之前的和谐。
连带着周松玉和林楚楚都一连吵了好几次。周芷平名下有一套2居室，是我送给她的18岁礼物。离婚后，我并没有收回来。她和男朋友住在一块儿，可很快，原本蜜里调油的2人便起了冲突。原因很简单，周芷平没钱了。男人本来就是冲着周芷平的钱来的。当初我不同意他们在一块儿，他生我气2个月都没回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为什么他那么快就接纳了林楚楚。无非是对方帮着他给周松玉吹耳边风，让周松玉松了口。恋爱脑上头，我这个亲妈成了棒打鸳鸯的老封建，林楚楚则是体贴善良的好阿姨，不仅尊重她的恋爱自由，还帮她在感情里出谋划策。为了回报林楚楚，她毫不顾及我这个亲妈的感受，替周松玉遮掩着这段见不得光的地下情。如果不是那一天我当场逮住，恐怕他们还有的狡辩。毕竟有孩子在场，他们2个中年人能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儿呢？如果周芷平是感情不顺，那么周志安就是学业困难。他从小到大都被家里人宠着，逃课更是家常便饭，本身就不是个多聪明的，又不勤奋，能出成绩才怪。学校期中模拟700的总分，只考了200多分，连个专科都上不了。之前倒是没什么，毕竟成绩再差我也能靠钱把他送出国镀金。但离婚时，我明确说过，只会提供他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以他现在的成绩，有没有学校要还是2码事儿。林楚楚可没心思像我一样关心他的学习，以前那些劝慰的话更是消失得一干二净。他更是警告周松玉，不准给周志安私底下偷偷拿钱。没有我的金钱威胁，他们2个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，那些酒肉朋友更是散得干净。这巨大的落差让他们很快就后悔起来，想要回来找我原谅。可我早就换了手机号码，他们压根就打不通电话。来公司进不了门，下班后我又直接从地下停车场离开，想堵人都做不到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好去找我爸妈和舅舅。再怎么说，那都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，你难道就真的忍心看着他们吃苦？爸，如果有天妈出轨了，我不仅不告诉你，还瞒着说那个叔叔比你要有责任心，比你会照顾人，你心里是什么感受？可是他们还都孩子。我爸迟疑片刻，又继续劝，态度却软了不少。17.8岁的孩子，我每半年给他们做的体检也没说他们脑子发育有问题呀。再说，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说着不稀罕我的钱吗？那就回归到他们本该过的日子吧。我每个月给他们转3000块的生活费，已经比很多人1个月的工资了。他们只要正常的吃喝，不要去高级餐厅买奢侈品，肆意挥霍，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存着。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，我买了机票送你们去国外旅游。你放心，我是他们亲妈，难不成会饿死他们？老人家心软，为了防止他们私底下转钱给周芷平姐弟，我还回家用老2口的手机拉黑了他们所有的联系方式。这下他们彻底找不到人了。最开始周芷平他们还不甘心，可时间久了，便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再后来，林楚楚见周松玉彻底没了指望，立刻卷走他银行卡的余额，离开了周家。钱婆婆没有退休金，又得不到儿子交的工资，只能每天混迹在菜市场，和她从前最看不起的不入流老太太为了几块钱的青菜争得面红耳赤。素雅的旗袍，纯白的高跟，精致的妆容发型，优雅的仪态，荡然无存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前半生的优越生活就像是一根刺，
梗在他们的喉间，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们。午夜时分，我也会反问自己，为什么能这么狠心？说离婚就离婚，说放弃孩子就放弃。可能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我的付出，却又高高在上地指责我是个金钱怪物。可能是他们能被外人三言两语就蛊惑住，却丝毫看不见我的一片苦心。可能是在周家，我从来都得不到尊重和爱，只是一台人形的 ATM 机。每一次的反问都帮我巩固了那颗动摇的心。失望从来都不是因为一件事儿，而是无数的小事儿汇集在一起。幸好，我选择了及时抽身，让自己获得了自由和救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